社交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我们需要在最短时间证明自己是个厉害的人，从而在接下来的沟通中占据主动权，并且提醒对方或大家不要对我耍花招。首先，我们设想有以下2个场景，问一下大家的感受是什么。第一个场景，你跟一个年轻又浓妆的女人谈合作，你们是第一次见面，你对她的一切并不是很清楚。你们面对面坐好后，她的第一个动作是随手把自己的包放在了桌子上，包上有个很大的 logo LV。 这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二个场景，依然是一个类似的女人，依然是跟你谈合作，依然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只是她用的是一只看不出品牌的包包。面对面坐好后，她顺手把自己包里的一本书放到了桌子上，淡定地开始注视着你。这本书看起来非常高深，类似于深层认知或者物演通论这种。我在群里做了调查，从大家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似乎已经没有人对第一个用 LV 包的女人充满敬畏了。大家普遍觉得对方很普通，没发现特别闪光的地方，反而是第二个女人，大家普遍觉得似乎有点高深，引发了我们想试探性沟通的心理倾向。在任何一个时代，高阶层的人群总是需要给自己贴上一种标签，从而维系在社会上的地位，既不能脱离这个圈层，也不能让别人随便闯进来这个圈层，这是社交的根本逻辑。而在社交过程中，阶层高的人往往占据主动权，往往更能拿捏阶层低的人，从而在谈判过程中最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在社交场合的每个人都需要第一时间对别人制造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而在之前，奢侈品是高阶层的人制造这种居高临下氛围的最好工具，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买不起这种奢侈品，所以 LV、香奈儿、爱马仕等等都是上层社会的标配。这也是所谓的炫耀性消费，比如戴上一块几十万名表的人，往往不是为了看时间，而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品味和地位，从而和大众拉开距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奢侈品越来越足以标榜自己的身份了。一方面是绝大部分人都能买得起了，即便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省吃俭用一点，努力垫一下脚尖也可以够得着。另一方面，奢侈品的购买渠道拓宽了，比如电商、海淘、代购等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拥有奢侈品再也不是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事情。更何况互联网的发展让山寨和仿货横行。还有就是互联网借贷让很多普通人钻了空子，他们为了获取更多机会，也会透支自己能力去购买奢侈品，以至于现在满大街都是奢侈品，大家越来越没有感觉了。放眼四望，现在几乎没什么东西值得炫耀，包包、香水、大牌服装、坐飞机、邮轮度假、豪车，这些东西大家基本都能负担得起。这就是为什么大街上的豪车越来越少，因为之前很多人用豪车证明自己的地位，而后来由于很多人贷款去买豪车，导致真正开豪车的人不再喜欢开豪车。有意思的是，当奢侈品和豪车不能再区分阶层的时候，一种更加与时俱进的方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文化资本。这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在《资本的形式》中提出的概念，文化资本是这个时代上流社会封杀底层人士的新手段。我经常说，中国经济的上半场解决的是物质的问题，中国经济的下半场解决的是精神的问题。2023年就是上下半场的分水岭。当社会的一部分人解决了物质的满足之后，他们的第一需求就是转向精神满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资比名牌包还要贵的社会。那些解决了物质层面的人开始人生、哲学、社会等问题。几年前，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随着目前社会上的商品越来越多，却出现了这样一个现状：收入群体喜欢把钱花在别人看得到的事物上，比如名牌包包、衣服、电子产品等，而高收入的群体大部分支出却都用在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上，比如健身运动、读 MBA 以及付费知识讲座。最后文章指出，在物质时代，决定一个人穷富的不再是赚钱的能力，更多取决于你怎么消费。就像作家何全峰所说，一个人花钱的方式多少决定他将来所能达到的高度。
这个社会最残忍的真相就是，穷人消费面子，为了满足虚荣，把钱袋子一点点掏空，而富人却选择消费里子，让自己的财富不断升值。穷人消费面子。作家李俊在《财富去哪儿》里说，所谓面子消费，就是为了购买虚荣，彰显自己身份，主动进行的非理性消费。生活中越是没钱的人，越是把脸面看得太重，结果不知不觉就掉入面子消费的陷阱。有个网友就讲过自己的经历，大学毕业时，因为没工作，他的日子过得很拮据。有次为了面试，客人去商场打算买些化妆品，在某专柜前，他看着装在精致盒子的化妆品，非常心动，但一看价格，他就犹豫了。这时旁边的导购员说，小姐，我们这个是大牌子，价格比较贵。语气中有一丝掩藏不住的轻蔑。客人瞬间感觉脸上有点挂不住，什么意思？是说我买不起？于是他豪气地掏出钱包，刷卡买单，结果1500元就花掉了。接到账单后，他才开始心痛，那几乎是他1个月的生活费。虽然面子挣到了，但接下来2个月，他只能勒紧裤腰带，苦哈哈地过日子。经济学家凡伯伦提出过一个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他认为很多人不顾自身条件大肆消费，是为了满足炫耀欲，试图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嫉妒，让自己面子有光。但这种炫耀性消费最后都会变成吞噬金钱的黑洞，让你越过越穷。作家甘毅有个堂哥在某工厂打工，尽管薪水不高，但他却特别大方。每次一领到薪水，他就呼朋唤友，先是去吃顿大餐，接着去 KTV 狂嗨一晚。在别人的恭维中，1个月挣的钱就这么花去一半。不仅如此，他浑身上下穿的用的也无一不是名牌。有次甘一见他手上拿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就问他，你不是刚换手机吗？没想到他很骄傲地说，那个手机早丢了，苹果出了新款，大家都换了，我不换都不好意思出去见人。再说了，我这个是分期付款的，一次又不用还多少。因为好面子，堂哥就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最终欠下了10多万的外债。时代周刊有期文章里说，一个人过度装点面子就会拖累日子。面子可以无限膨胀，但人的财富是有限的。当你用有限的金钱去追逐虚无缥缈的面子时，你辛苦赚的钱就会被各种攀比和虚荣心一点点地榨干。久而久之，你的财物就会被透支，让自己陷于穷困潦倒中难以翻身。富人消费里子。作家张萌曾谈起自己的消费观，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是学理工出身，文史哲一向不扎实。为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几年前他花了10几万巨资报名参加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个历史班。那段时间他还报名参加了以北大的各种名家课程。大量金钱投入换来的是开阔的眼界以及更专业的人文素养。后来为了学习基金管理的最先进理念，他又报名了深圳国际公益研究院。2年的学习中，包括学费在内，他又花了接近20万。这些投入最终都化为他成长的养分，让他在写作之外还成功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媒体人梁爽说，在花钱上拎得轻轻重缓急，舍得为未来和格局付费，舍得为产出和成长掏钱的人，至少可以少奋斗10年。在这个世界上，金钱是好仆人，坏主人。只有把钱当成工具，为自己服务，让自己不断增值，才能活出真正的里子。扎克伯格1年到头只穿 T 恤、牛仔裤，在物质享受上花费极少。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健身房，还开出高薪聘请私教，帮助自己锻炼出一副强健的体魄。比尔·盖茨多年来始终开着2手车，但他从不错过一期《经济学人》。每年他都会掏钱订阅大量期刊杂志，以便了解各种最新资讯。正是这些投资自我的消费，
让他们的财富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一个购物狂的自白里有这样一段台词：会花钱的人都懂得投资自己，真正的投资自己，不是把钱花在体现自我价值的地方，而是花在最能产生新价值的地方。把钱用来提升工作技能，你会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出色，得到更多机会。把钱用来看书学习，你能输入更多知识，视野也会变得开阔起来。学会把钱消费在真正有价值的事上，为学习花钱，为头脑花钱，就是在为将来花钱。3. 你消费的方式决定了你的层次。媒体人庞伯夫在《消费商》里说，你要做的是有效花钱，而不是无效消费。无效消费就是从买回来的那一刻就开始贬值的事物，比如品牌服饰、手机等。而有效花钱一定是有增值空间的经济行为。在这个世界上，花钱提升自己永远是最有效的消费行为。作家连岳有个读者，因为家穷，他初中都没毕业，就被迫在外谋生。刚开始他在餐馆洗碗、扫地、端盘子，一个月工资700块。那时许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一拿到钱都舍不得花，但他很渴望读书，于是他省下买零食的钱，到地摊上买些书来看。过了2年，他拿出省吃俭用攒的钱，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毕业后，他到了一家大型酒店应聘，因为有学历又有能力，很快被提拔。如今他已经是这家酒店的资深经理，薪资和待遇都上升了好几个层次。李嘉诚说，钱的作用不在于聚敛，而在于使用。把钱消费在让自己变好的事情上，你终会收获高额回报和收益。胡适曾经在文章中记述，他父亲早逝，家境贫寒，母亲过日子一向精打细算，但在他读书这件事上，母亲却出奇的大方。那时他读私塾，每年要给老师送银元，通常一个学生要送2块，但母亲第1年就送了6块，第2年起逐年递增。而母亲对老师只提出一个要求，每读一字须讲1字的意思，每读1句须讲1句的意思。虽然花了不少钱，但这位胡适成为日后学界泰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很多时候，钱花在哪里，效益就产生在哪里。把钱消费在面子上，得到的只是暂时的满足和透支带来的长久痛苦。在里子上消费，给自己赋能，最终收获的是不间断的成长。花钱的态度里就折射出你的层次。把钱花在自我提升上，让自己不断增值，才会越活越赚。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消费升级，指的是群体的消费选择更加理性，消费结构更为合理，最终推动经济更加繁荣。对于个人来说，能否升级消费观，决定着你的未来是贫穷还是富有。放弃面子消费，把更多的金钱放在自我投资上，不断充实自己的里子，扩大知识眼界，修炼专长技能，你才会让未来的自己更加值钱。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只有解决了物质问题的人才有资格谈精神。我们看看美国现在的阶层是如何划分的。设想在一个聚会上，你跟2位年轻女士聊天，其中一位女士拿的包看上去挺一般，但是她居然关注的是总统大选的问题，甚至能拿出一本书来预见美国的命运。第2位女士的包一看就是名牌，但她关心全是各种娱乐八卦和每天吃什么的话题。显然第1位女士的财富量级远远超过第2个女士。什么财富级别的人就关注什么层次的问题，什么认知层次的人就探讨什么样的谈资，一个人的地位刹那间就跃然纸上，这就是文化资本。在今后的社交过程中，你读的书，你抛出的话题，你的见解就如同发出了一个信号，只有同一个层次的人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从而跟你建立起链接。这个时代能证明我们层次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包包那么简单，不再是有形的，往往是那些无形的东西。有形的东西人人皆可复制，唯有无形的东西模仿起来最难。但即便是这样，社交依然有技巧，
比如下次大家尝试一下往桌子上摆这本书。当然，买一本书未必需要从头到尾全部读完，哪怕你随身携带，都会提升你的气场和能量级。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书是最好的社交工具，也是提升一个人气质和能量的最佳工具，没有之一。在任何一个时代，富人都需要给自己带上一种标签，从而维系在社会上的地位，既不能脱离这个圈层，也不能让别人随便闯进来这个圈层。最近美国网络上有篇10万加爆款文，这篇题为炫耀性消费已终结，现在是无形消费时代的文章，讲了这么个事儿：美国的精英阶层们已经不用奢侈品炫富了，他们有了更高级的方式。文章援引了经济学家 Veblen 对炫耀性消费的解读，人们将物质消费当作衡量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标准。比如，使用银器曾在欧洲被看作上流社会的象征，游艇和带有全套智能安保系统的度假别墅一度是欧美富人的标配。放到现如今的国内，似乎女士的特殊皮质爱马仕铂金包，男士的奔驰 S 级轿车和白手套司机被看作是有钱有地位的符号。当年客厅里银器，如今衣帽间的铂金包，车库里的 S600， 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我是有钱人。他们都属于 Veblen 理论中的炫耀性消费品。但为什么现在说这种炫耀性消费在美国社会终结了呢？一切要归咎于20世纪的大规模生产经济，制造业大量外包给中国，导致随处可见 Made in China 的标签，以及对新兴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市场的开发，使得原本一件难求的奢侈品成为了不难获得的商品。在美国，一些普通或过季款式的 Gucci、Fendi 包、Ferragamo 皮鞋在打折季时像白菜萝卜一样被堆在货架上。或者你去中国游客钟爱的奥特莱斯看看，那里终年陈列着平价的名牌商品。美国女大学生不用借贷就能买苹果手机，不是因为她们更富裕或者更聪明，只是因为新款苹果手机可以以$299的首付，每月话费外加$40，1年内还清全款的政策轻松获得。不仅苹果手机可以贷款，价值$10多万高级车辆的租赁方案也让普通人有了开好车的机会。我在美国的同事有一辆路虎揽胜，付过$2000的首付后，每月只需再缴纳$800的月租，3年使用期到，他可以选择付清剩下的$5万，获得这辆路虎车的所有权，也可以退还给车行。这是所谓的消费平民化。然而，平民化显然破坏了特殊性。当大部分中产与精英阶层都能购买名牌包与高档汽车，都能支付去欧洲度假或者巴哈马邮轮旅行的费用时，他们看上去没有区别。精英阶层们感到了不安，他们迫切需要用新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优势。在讨论精英阶层的新手段之前，我们来弄清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处于美国社会金字塔尖上的精英阶层？根据07年的调查数据，《纽约时报》总结，进入美国社会前1%的门槛是年收入$38万，但如果按净资产计算，你需要拥有至少$840万的资产进入这个阶层。根据 Business Insider 15年时的数据，在纽约需要年收入达到$60万方可跻身城市的1%，在三藩需要达到$55万，在波士顿需要达到$52万。他们是医生，是集团律师，是对冲基金的管理人。从07年到17年这10年期间，这一群人的消费习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数据显示，美国精英阶层花费在物质上的钱明显减少，普通中产阶层保持稳定。那么，精英阶层们把钱都花去哪儿了？在那些你看不见的地方，比方说教育。前1%的人中，教育开销占家庭年收入的6%，普通中产教育开销占家庭年收入的1%。自1996年起，前1%家庭的教育开销增加了3.5倍，而普通中产没有变化。美国私立小学的平均学费是$1万左右一年，私立高中是$15000左右一年，
绝对高过当季款的大牌手袋。教育投入显然不属于炫耀性消费，甚至不是物质层面上的消费，它是无形的、长期的，但也是最昂贵的，普通中产无法支付的。美国富二代的孩子和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学校课堂上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区别，但是区别却在课堂之外。富裕家庭的孩子课外可有私教，可以出去跟家人出国旅行，可以有各种兴趣爱好等等，这种见识也是同样宝贵的学习。比如北卡夫人区的贵族高中就有3个室内体育馆、剧院、游泳馆、网球场、橄榄球场、棒球场，这样的学校里，你常常能看见很多颜值又高、身材又好的高中生，良好的教育从小就开始了，常年健身，令他们线条优美、温和礼貌，也是好教养的表现。美国的名校申请是标准精英教育，像哈佛和耶鲁这样的学校，在考核申请时也会参考学生的家庭背景和过往经历，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优势，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了。同样是富有、土豪和精英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谁的房子大、谁的车子好、谁的资产多，而在于后代的教育。一些美国著名的家族成员都是名校毕业一大把的，甚至有专门的家族教育基金，保证这种优良的传统一代一代继续下去。前段时间看新闻，郭晶晶儿子上幼儿园了，是1年学费14万的香港宝山幼儿园，被誉为幼儿园中的哈佛。这个幼儿园里的学生都大有来头，有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女儿、跳水王后伏明霞女儿、豪门媳妇徐子淇的女儿等等。最近几年各种真人秀节目里，我们惊讶地发现，黄磊女儿黄多多一口纯正的英文，华谊兄弟老总王中磊儿子威廉弟弟的英语水平被称为专8。黄磊女儿上的是北京私立汇佳学校，王中磊儿子上的是北京德威国际英语学校。据说王菲的2个女儿都在这所学校上过，还有马伊琍文章的女儿、陆毅的女儿、邓超的儿子读的都是上海宋庆龄国际幼儿园。赵薇更好了，为了女儿到香港面试，特地花了1亿买了学区房，简直就是她演的电视剧《虎妈猫爸》现实版。经常听到有人抱怨逆袭很难，但当金字塔尖被这样一群人占领时，才叫真的没有机会。好在还没有，我们还可以努力。想起另外一件事，这几年直播很火，不少网络女主播在这波热潮中赚得满盆满。她们中有很多之前没读过什么书，或者家庭条件原本非常普通，财富突如其来，大部分人花重金购置行头，把自己打扮成名媛贵妇的样子，好像从此变为了人上人。但他们真的实现阶层攀升了吗？我听说其中有个女主播把所有直播赚来的钱花在了去英国留学上，在我看来，她是他们中最有可能真正实现阶层攀升的一个，因为她领悟到了阶层与阶层之间根本的差距是什么。王朔谈到自己的女儿时说过一句话，我不想让她成功，成功是什么？不就是挣了一笔钱，然后让傻逼知道吗？优质教育的终极核心，也许并不是教你如何成功攀升到顶峰，而是如何忠于自己的兴趣，在这个领域成为实现个人理想并同时对他人有价值的人。当然，基本能做到这一份上的人也都成功了。越厉害的人越拼，因为他周围都是这样的人。深知实现精神自由的前提是财务自由和迁徙自由。越不上进的人越懒，因为当一个井底之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差不多，就觉得日子过得蛮好的。所以这个世界的真相有时候蛮残酷，却也蛮励志的。无论中外，原来那么多比你有钱的人，一代一代的都还比你努力呀。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